Hello Hello， 大家好，今天我要来改造一下玄关进门之后的这一些墙，这一些看起来有点黄，又有点白，又有点脏，然后又有点脏的墙。由于这些老旧的墙纸呢，年久失修，它脏的地方、发黄的地方都不均匀，颜色都不均匀，所以我知道这是一项非常艰苦的工作，但是我没想到它是那么的艰苦。最难办的是什么？最难办的是往楼梯上走的这一段，楼梯间这一段的墙是非常非常高的，我的脚架又没办法放在楼梯上站，所以楼梯间这几面超高的墙，我在想怎么办呢 ？OK， 可能已经有观众朋友发现了，主播你家墙上怎么有屎啊？这不是屎啊，主播墙上不是屎，这个是之前这些壁纸破了之后呢，我用之前给地板用的这种填缝剂胶，我不知道这个东西叫什么，因为只有这个颜色，所以用这个胶给破了的壁纸补了一下，包括这种小痘坑也是用这个胶把它给填的稍微平一点吧，还有这种超级长条大痘坑填起来先。填坑填完之后呢，就开始刷漆了。这次找了一个跟这个墙面特别像的颜色，这样的话呢，我就想着如果涂的不是那么好的话也看不出来。这个计谋呢，我以前就用过，如果大家记得的话，在厨房的橱柜上面。注意看，主播在往什么东西里面倒油漆，好怪！再看一眼，是不是大家没见过？这是我的新玩具，嘿嘿。这个刷子就是里面它是空的，然后把油漆倒进去之后呢，这些油漆就会慢慢的顺着这个刷子的孔流到刷子这个外面，然后这个刷子海绵刷它就是源源不断的有漆出来，这样的话你就不用频繁的去蘸取漆，就可以一直刷一直刷，听起来就是很美好的一个刷子。那它究竟好不好用呢？让本主播来亲自测评。咻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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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看起来很好用呀？大漏特漏！我刚拿起它的那一瞬间，我就已经后悔了，因为这个刷子里面装满了油漆之后，它好重啊！用这个刷子刷一次需要花的力气是普通刷子的2倍，但是呢，它确实是不用总是去蘸油漆，因为它里面有油漆源源不断在流出来嘛。反正我现在看这个视频，我觉得还挺好用的，但其实我当时的心情是 Oh no， 深蹲1个，深蹲2个，深蹲3个，深蹲4个，深蹲5个，深蹲6个，深蹲7个，深蹲8个，深蹲结束。你们可以看到，就是这个墙啊，它真的不同地方发黄的状况是非常不一样的。比方说这个墙下面那部分涂了这个漆之后呢，其实色差不是那么大，但你看这个墙上半部分我涂了这个白漆之后呢，哇，这个色差真的太黄了，就是上面这个部分真的太黄太脏了。这个时候我看到这个黄的色差，我真的太担心接下来要刷的楼梯间那边的墙了，因为那边也很黄。来，咱们近看一下，你们看这边也是没有处理过的边缘，一点色差都没有。然后下面色差就稍微大一点点，然后上面哇，算了，咱就是说只能认命呗，涂就完事儿了。可能大家现在跟我一样心情，那你这面墙还没涂吗？看起来白白的。是的，我也是这么想的。我看到影片才知道，原来这面墙还没有涂，我还以为我拍漏了。在这里呢，主播要特别的鸣谢一下老天爷，因为最近的天气呢还不错，挺凉快的，让我有机会呢可以穿上这个撒狗服裤来撒狗。这样的话呢就比较干净又卫生。然后说到这个撒狗啊，我真的觉得在这种血脉的枯坑里面撒狗真的是太崩溃了，太艰难了。看我屁股上那坨大油漆就知道，就可以略见一二。刷这种狭窄的空间，刷一趟下来都够我刷3个房间了，真的。第二次给这个刷子灌漆，是的，你没有听错，我刷了那么多，这才第2次灌漆，所以这个刷子确实还蛮坚挺的。但是我想说的是，这个刷子它第2次加漆之后呢，就开始漏了，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不知道是哪里有缝隙还是怎么样，还是它的寿命已到，它开始频繁的漏漆了。
然后它就变得不那么好用了，我就觉得讨厌它，想把它扔掉了，但是还是得把灌进去的漆用完。注意看，主播本来整洁的发型，现在已经蓬松凌乱，像一个乞丐。我就想问问，这个世界上有没有质量更好的皮筋儿？皮筋儿能够箍住我这个柔顺的秀发呢？是我用护发素用太多了，箍不住还是咋的？啊，这个皮筋儿怎么回事儿？责任都在皮筋儿上。好了啦，主播就是找点话说，找点废话说一说，免得大家看这个视频睡着了。因为今天就是在刷漆，没别的。心配すは見る見る上昇中、ただ健やかに生きていてね。それだけで幸せ。哇，辛苦一整天，终于刷完了一半儿。楼梯间还没有刷，但是外面可以进门看到的地方已经刷完了。泡完温泉了，喝一杯色素小甜水儿。我真服了！我刚才查了一下教程，这个波子汽水就把它打开这件事情很危险，它会喷出来，有可能。这怎么开啊？不是用这个东西把它压一下？哎呦，我好害怕啊！要不然我去外面搞吧。不行不行，我好害怕喷我车里，我要去外面搞。好可怕！我为什么买这个？往下压。如果放早了的话，我听说还会喷出来。游戏里面不是经常有那种泡温泉恢复体力的设定吗？尤其是这种特别累的时候，泡一下温泉，整个就恢复了。回家恢复体力之后，开始挑战最难的部分，就是这几面高高的墙壁。然后呢，因为这几个墙壁发黄的比较严重，最高的地方那个地方我够不到，所以我希望边缘是模糊处理的。那么我又灵机一动，然后我就用棕色和这个米白色调出了一个比较深一点的白色，希望它这个颜色可以在边缘的地方起到一个模糊的作用，不要就是白色黄色衔接的那么明显。在颜色比较深的地方试一下色，不错吧？是不是很隐形？
第一次用这么长的刷子，比我想象的其实要简单一点点，没有那么难操作。By the way， 我把昨天那个刷子给扔掉了，因为太重了，刷这种高的地方太重的刷子真的操纵不了，所以我今天换成了普通刷子。没事的，没事的，没事的，烦啊 ！OK， 没事的，没事的。很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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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挺好的。然后边缘的部分呢，我后来就是用这种抹布给它抹匀了，稍微抹匀一点，边缘没有那么明显之后呢，它显然就好看多了。再加上这个漆干了之后呢，颜色还会再暗一点点，所以干了之后几乎边缘就看不出什么特别明显的痕迹了。这个事情呢，其实跟咱们女生化妆有异曲同工之妙，你们知道吗？也许你们不知道，我要给大家讲解一下，就是我们化妆的时候呢，要强调形状，但是要模糊边缘。只要掌握了这两个技巧，妆面就会很好看。这是我以前当美妆博主的时候经常教的一个技法。如果要说我有没有后悔买这个房子，有的，就是我刷这面墙的时候，真的太难刷了。就本期影片里面的刷漆内容啊，我前前后后刷了3天，而且我需要刷1天休息1天，因为每次刷完之后，我第2天那个脖子上的各种肌肉，还有颈肩的肌肉，还有手臂的肌肉都会非常非常的痛，我都动不了，我需要大睡1整天我才能恢复，所以导致了我这周拖更了，因为我太累了，我剪不出来影片。但是你要问我现在后不后悔，不后悔了，我的后悔的情绪已经完全消失了，因为这个墙刷完之后效果贼好，它完全变成了一个干净的新兴的墙。主播为啥喜欢 DIY 呢？是因为主播的精力太过于旺盛，有劲儿没处使吗？不是的，我是一个身体很弱的人。那是因为我很拙资，我很擅长这件事吗？也不是。你们看得出来，我其实一点都不擅长，我经常在 DIY 里面犯错误，然后一点也不专业，但是我依然喜欢干这件事情，就是因为在实际的操作这些实际的物体的时候呢，一定会遇到很多困难，而当你遇到了这些问题，靠自己的想法或者行动去一个个真正的解决，最后得到了一个还可以还不错的结果的时候，是真的会觉得很开心。而这种开心它是你自己创造且只与你自己有关的，它和别人的评价以及学校社会教给我们的价值观规则都没有太大的关系，因为这件事情它只跟你一个人有关系。而当你的快乐并不完全和现在社会主流的价值观绑定的时候呢，你其实就会发现这个东西就叫自由。这是我目前对自由的其中一个理解和一个达成方法。我觉得可能它不能涵盖所有品类的自由，但它一定是其中之一，其中一个自由的品类。也许我不知道这怎么能回答，之前有个人问我要如何不在意他人的目光。你如果能创造属于自己的快乐的话，你自然就不太会那么在意他人的目光了。而所谓创造自己的快乐，不一定要像我一样买个房子自己搞 DIY， 这太硬核了，你可以寻找一个自己的方式。最后呢，我觉得墙这里有点空，所以我想挂点东西上去。本来想挂鲜花的，但家里只有假花，就挂了一个假花上去，感觉好丑。忍耐一下吧，我们以后再买鲜花吧。然后现在就变成这个样子，我也不想做 before after 了，因为其实这个在镜头里看没啥区别，但是整个空间变得更加干净，更加明亮了，耶！我再也不用因为这里好丑，所以邀请朋友来我家的时候感到害羞了。拜拜，我们下次再见吧。